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庄道和。美国的232条款开讲，大家想说会不会对我们台湾来开刀？但没想到事情是，原来这一把刀是往中国这个地方砍去，里面讲得非常白，针对了辉达，针对了 AMD。它的部分晶片要课25%的进口关税，这里面所谓的特殊的晶片或是特别晶片，它指的是什么？就是 H200，这就是习近平每天都想得到的东西。但问题点来了，你这个晶片要拿到手之前，竟然要经过美国的审查，还要付这25%的进口关税。这个晶片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做，就是台湾，就是台积电。所以你要搭配今天的台积电法说会过来看。这根本就是一个鬼神般的数据。你看到第4季的毛利率，台积电62.3%，尤其是它的 EPS， 它的 EPS 19.5，甚至它在第4季的3奈米营收，就是所谓的先进制程上面占了28%。如果以全年的 EPS 过来看，2025年 EPS 66.25元，2024才45.25元，等于是去年增加了1.5倍，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而另外需要是什么？是资本支出。这次的资本支出到达了560亿，而且80%都在先进制程上面，这代表在美国的投资上面，台积电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今天川普砍向中国这一把刀，只有台湾可以帮他磨起来。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政治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好，这位资深媒体人吴正峰，大家好；好，稍后还有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会加入我们的讨论当中。松哥，我今天所有股民都想说，我到底看了什么？大家都知道台积电强，但没有想到会这么的强。对，其实我想说，今天232它也出来啦。结果我才发现，原来这些东西都要一起看的。对，没错。事实上，今天下午大家在关注的就是台积电的法说会。那我相信今天晚上的时候，全台湾还有海内外所有的法人，今天晚上应该都要做功课。为什么？因为今天台积电下午的法说会完全打了他们几个巴掌，就是他们预估了都太低了。赵伟，你知道吗？原本这个市场上面预估说台积电的毛利率你了不起60%就很厉害了，就它公布出来是62.3%。然后你要是 EPS， 大家说你能够赚到17块算很厉害，就公布出来是19.5块。然后另外一个今年的这个所谓资本支出，原本法人预估480亿到520亿是高标，520亿是高标。台积电今天跟你说是520亿到560亿，520变成低标。那今年的年度成长率多少？有人预估说成长了2成就不错了，还有外资说不会成长，结果他说成长3成，所以完全打脸大家。台积电的惊人的这个实力来说话，真的让全世界都完全傻眼。为什么有这么厉害的一家公司？你知道他去年第4季一季赚了5057亿，5057亿来说，如果我们除以每一天来说，他一天就赚了56亿。他一开门就赚了56亿，开门56亿，对，他1个小时之内就赚了2、3亿台币，就到时候这根本就是一个印钞机啊，都不为过。好，那我又想讲到台积电，台积电今天在法说会上面，大家最关心的，我们最近不是台美这个关税谈判吗？就有人问到魏哲家说，那这个你们要去美国会不会增加投资啊？魏哲家就说，我们会在那边盖很多厂。那为什么要盖很多厂？因为很简单，现在我们台积电不只要扛起全世界股民的期待，对，它还要扛起我们台湾的关税啊！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个对等关税，不是说传言要投资3000亿吗？对，我跟你讲，3000亿里面来说，2000多亿都是台积电投资的啦。那为什么要投资这么多？去盖厂的。对，第一个当然要避免这个所谓对等关税。另外一个，今天早上的时候，川普公布了232条款的第一阶段。第一阶段里面他说什么？我们准备，因为他说因应半导体进口所引起的国家安全疑虑，我们对辉达的 H200，还有 AMD 的 MI325X 等等特定的先进预算，课征25%的关税。很多人说那台积电会不会中招？很多人完全不会中招。为什么？因为它是针对这2个产品。那这2个产品，正好你仔细看，这2个产品要卖给谁？你知道吗？H200，我就想到这中国啦。对，没错。所以每天都在想的什么时候来的。对，所以它这就是要卖给中国，所以它针对中国的要卖给中国这2个这个产品呢。第一个，你从海外运到美国来的时候要课25%关税。那这25%的关税，其实就是之前川普说的要有这个所谓分润的这个部分。所以事实上这个大家不用担心。但是接下来他们会有第2阶段。第2阶段里面来说，就会对所有的商品都课税，这个可能会影响到台湾。不过因为台积电去投资的时候，大概把被人惊，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所谓的这个虚惊一场的这个状况。这一次的台积电法说会，真的是用鬼神数据
大家想说怎么会到这么狂的？对，没错。好，我们来仔细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数据，它的这个第四季的这个营业收入都比法人预估的要更高，这个1兆多台币的这个状况。你看，我就说它税后纯益是5057亿嘛 ，EPS 是赚的是19.5块钱左右。那去年全年是66.25块。那很多人就问说啊，那世忠哥，那我们怎么看今年的这个台积电的状况？我就稍微跟大家分析一下，62.5块，如果一样按照今年他说要成长30%嘛。30%对不对？然后因为现在的这个毛利率呢，他说维持在62%左右的数字，所以如果简单来算一下，今年的法人，我相信法人今天晚上的预估之后呢，它的 EPS 呢应该会来到了85块到90块之间。那80块90块之间来说话，如果简单我们乘以20倍的本益比来说，大家可以算算那个数字大概是多少嘛？就接近1800到2000左右的这个数字嘛。尤其是什么？他就说，我今年要投资在560亿嘛。那560亿来说，我跟他讲，这个不会是最后数字。我跟他讲，有可能会再度往上调高，因为他现在还要在美国投资那么多，所以等于他今年的资本支出、今年的获利成长力都非常非常强。那就有人问说，你问成这样，你会预估的太夸张啊，对不对？你会说这个，因为很多人就质疑 AI， 照我们都会质疑说 AI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对不对？那今天的魏哲家跟你说什么？他说我也很担心这是假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投资500多亿美金啊，那万一我被客户骗了，那怎么办？所以他说我这个几个月一再打电话给客户的客户的客户。就所有的客户我都去问了一遍，所有都 check 一遍了。对，check 啊，你没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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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他说这是真的，所以他就说这个是真的，而且他还说什么？他说因为呢，这个他去看了一下他们这些客户到底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结果他说他看了他们的数字，说他们赚的很有钱，比我们台积电还有钱，赚的还比台积电还多。所以他讲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跟你说 AI 的泡沫不是大家担心的这个部分啦，所以今年的业绩今年是成长好的一年啦。好，另外一个他讲到什么？我们来直接看台积电厉害的地方，为什么它能够赚那么多钱？因为第一个，它的第4季的时候已经开始出了所谓的台积电的3奈米的晶圆，出货量已经占整体的28，对。然后呢，5奈米的晶圆占整体的35，然后7奈米的晶圆占整体的14，所以也就是说，7奈米以下的这个晶圆来说的话，细晶圆来说，它已经占了全部营收的77%。对，所以台积电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它几乎在7奈米以下的市场是垄断全世界。那你更不用讲今年的2奈米，我就说。这个3奈米的一个部分来说，一片是这个2万美金，2奈米是3万美金，毛利率可能会更高。所以今年的整个台积电的业绩这个状况来说，我觉得根本不用太过担心。所以今天等于是说，它的这个法说会来说，让所有的投资人都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呐。所以我才说台积电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家公司。好，那除了台积电讲到这个今年的业绩之后，我觉得他还有讲到一件事情，因为最近有人问他说 Intel。对，就是说，这个川普不是说什么这个辉达要投资 Intel， 然后苹果要投资 Intel， 美国搞不好未来会扶持 Intel， 那你会不会害怕 Intel 会追上你？尤其最近不是有这个罗维人叛逃事件吗？对，说这个 Intel 会追上你，然后他说，先进制程跟系统整合越来越复杂。不是靠砸钱就能够追上的。等一下，这句话也太酸了吧？对，没有错啊。你砸钱，你还不见得可以做得好嘞。他说要把一项先进制程吃到这个真正吃透，还有完全的运用，通常要2到3年的准备，完成后才能把设计落实到产品。而产品通过认证之后、核准之后，要进入到良率拉升的阶段，还有爬坡阶段，还要在1、2年。换言之，这个不是那么简单啊，很难靠什么追加资本支出说改变供应链的选择。不可能。我跟你讲，他为什么要讲这个话？第一个，他打脸谁呢？打脸韩国嘛。三星不是说我要宣布，韩国要宣布投资30兆，要追台积电，所以等于说他今天的这个位置家打脸了韩国政府，你边笑羞。另外还打脸谁？日本啊，日本 Rapidus 不是还挖台积电的这个他们的东京内科商不是还挖台积电的技术吗？他们要投资那么多钱，他跟你说不可能啦。他投了1兆日元也都没有用。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中国嘛，中国不是成立了大基金1期、2期、3期，成立一大堆，他想要砸钱来追先进制程，跟你说这不可能的代机嘛。连这个所谓川普，他似乎都意识到这个状况不太对。为什么？你看原本这个川普不是说要投资很多吗？就他今天突然之间又这个转向。他说我不了解 Intel 啦，那我会在其他方面加大投资的。所以怎么可能不了解 Intel？之前不是美国都已经入股10%了吗？对，没错，他们吹很大吗？对，是为什么他突然这样讲呢？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大概看到了台积电的表现，还有包括说看到最近呢，这个Intel 好像扶不太起来，所以他想说算了，我不要这样子。但是我跟他讲，这告诉你什么？台积电在这个晶圆代工的这个实力实在是没有话讲，没有人能够追的。
好，另外一个，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早上它不是正式启动232的半导体的关税嘛？对，开始启动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来说，他就说他要课25%嘛，25%的关税，我刚才就说了，这25%关税就是川普原本要吃红的部分。那现在中国很尴尬啊，赵尔，那我们最近不是看到中国一下说，我要你 H20，一下说不要，一下要，一下不要，为什么一下要，一下不要？他真的很想要，问你要课那25%，你摆明了是吃我的豆腐啊！所以现在习近平很尴尬，很挣扎所以他连海关都说，小美不要进来，但是又说，好像有些地方也可以用，对，我要怎么办？对，所以很尴尬嘛，对，所以这是他的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他会怎么做呢？他有说，如果假设你真的从这个国外进 H20或是 MI325的时候呢，你可以，如果假设是美国政府、美国要用的 ，OK， 美国客户要用可以不用课税，对，中国客户就是中国客户要课税，对，只有美国客户用是不用课税，所以他摆明这个就是针对中国科的一个关税就对了啦。好，那这是第一阶段。接下来还有第二阶段，照你知道第二阶段会什么吗？他会对所有的晶片都要课税。但是他有说到所有的晶片都课税的时候，但是你只要在美国投资，他就不会给你课税。所以为什么台积电去美国投资？难怪他的资本支出拉得这么高，他也懂了。对，所以我就讲台积电是为了我们台湾的什么？第一个是我们的对等关税，另外一个232条款，他就必须要去那边投资这么多。对，那当然台积电今天有说了啊，我们当然了，这个美国政府的压力或许是一个，但是说客户的要求很多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投资啊。所以我跟你讲，未来的 AI 的需求是相当庞大，这也是台积电去美国投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啦。好，那我来讲，我就说这个我们要看一下接下来美国政府会怎么做呢？今天他针对232条款有一个动作之后，我就跟他说，未来美国政府呢可能会入股更多公司。对，那入股更多公司的时候，美国的未来的产业界跟国家力量会结合在一起。好，为什么？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呢，你看川普又拿了什么叫 L3 Harris 的公司？那 L3 Harris 的公司是什么？你看这是《金融时报》报道。五角大厦正向美国的这个承包商 L3 Harris 的这个包括说要投资10亿美金的这个业务，就是它有发动机火箭发动机。那火箭发动机它要做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它是做一些所谓飞弹。飞弹的时候呢，我要那个发动机推进器嘛，所以美国政府已经有入股了。入股人家说他换成了，他把这个投10亿美金呢投资它换成这个优先股，然后简单来说，就它变成是五角大厦变成是 L3 Harris 的股东就对了啦。所以呢，他为什么？他为了要掌握这个相关的技术，他说我们这个美国相关的这个国防部次长说，这个意味着我们不仅是开出一张支票，希望能够增加工业基础产能，我们希望直接成为 L3 Harris 公司在新上市的这个股份，这种股权结构使美国人能够共享其未来的成功。所以今天川普是完全在各个产业，包括在半导体产业，在军工产业，甚至我们之前来讲，连稀土产业是。他是完完全全进入来，他全部都要吃的。对，所以你要知道未来的这川普来说话，他的这个算盘打得很精。反正今天我有入股这个 Intel 那台积电来投资，这样就好了。好，但是在这个国防工业，美国要牢的拦住。所以你看，他有考虑说L3 Harris 之外，他有考虑说洛克希德马丁啦，或是 GE 啦，甚至是波音，他都有可能会入股哦。哈，所以国防工业是一块。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赵娥提到了，他不是已经入股了一些所谓稀土公司吗？对。然后接下来还有什么公司？我们不要忘记，前一阵子不是这个基辛格，这 Intel 的前执行来台湾吗？他有一家公司叫 Xline。Xline 是什么呢？我跟他讲，叫做雷射、自由雷射、自由子雷射、自由电子雷射，那是什么东西呢？照我跟他讲，我们不是有听过所谓光刻机吗？对，就是所谓爱斯摩的极紫外光机。极紫外光机打出来的就是雷射光。那雷射光来说的话，它的极紫外光机的雷射光是来自美国的技术，所以它这个是 Xline 是什么？下一个世代的雷射的技术，有可能在未来的光刻这个所谓的这个极紫外光机的机台上面，或是半导体上面要用到。他现在就入股它，你看美国政府也入股它，高达1.55亿美金。入股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你看哦，他说什么？这个卢特尼克说，美国在先进光刻这块已经让出主导权太久了，在川普总统任内，我们这种日子要宣告终结。所以你看，美国政府现在是，我就说，我们真的不能够小看川普。川普他真的是什么关键的技术他都要卡进去。对，你看他现在又卡了石油，又卡了很多东西，卡，把这些技术都卡住之后，第一个当然可以壮大美国，第二个是什么？防止中国来偷嘛。所以我才跟你讲，川普这一连串的这个组合拳打下去之后，中国来说话，你技术真的要追上美国吗？我觉得短时间之内追上的可能性都非常低啊。国仁哥，这样看起来，习近平真的陷入我刚讲人生的挣扎里面。
你今天运到美国的晶片，你要去审查。第二个，你的25%的关税也是针对于我美国的枷锁，是直接完全是靠在习近平的身上了。所以我们原本都以为232关税是针对台湾，台湾要被他课很多税，结果川普这一招其实是给习近平戴上一个紧箍咒，紧箍咒，如来佛，你知道我要 H200的晶片，好，你给你啊，给你，但是你要戴上这个紧箍咒，戴上之后，以后只要川普念经，习近平就会受不了。那我来说，什么叫紧箍咒？川普这个25%关税其实是一石二鸟。本来晶片都在台湾做嘛，而且在台湾封装，台积电做完之后，在日月光封装，在晶圆店测试，那出货就直接出到中国，那谁收那25%关税？虽然关税很好啊，不是很高，但是美国可以赚一点钱。可是实务上，其实业者都说很难做到啊，总不能台湾收了25%，然后再转交给美国，这个法律上是过不去的。所以现在方法是什么？川普想出来用232，就是先运到美国，然后美国收25%，然后再能卖给中国。所以原本是什么出口税？没有，这是叫进口税。先运到美国去，再来还有二鸟是什么？美国这个不是说只有232、25%哦，它还要求要经过美国商务部的工业跟安全局的安全审查，第三方委托认证单位认证之后，要先检查。所以每一颗晶片到了美国之后，运到收25%关税，接下来做安全检查。你以为这个安全检查是什么？我告诉你，我跑很多工具机业者、精密设备业者，你只要能够做军事武器、航太的工具机，都被装什么？你知道吗？装 GPS 定位。你只要移动它哦，今天从台中移到新竹，对不起，你要跟美国人申报，因为你要告诉我，你这台机器移到什么地方，这就是安全审查，被植入什么安全程式，或我们称为叫木马程式。你是说就是大家最害怕的后门程式？没错，今天美国审查完之后，装完后门程式 GPS 再运到中国去，中国怎么敢要啊？所以这个叫紧箍咒嘛，甚至接下来叫畏毒。美国为了这件事情也讨论很久哦，是萨克斯的主张是主张开放来派，他的来派是怎么样？可以削弱华为这些人的竞争力。什么叫畏毒？我本来这个东西就很有后门的嘛。那看到狗在往前追的时候，我就丢一块肉给它吃。这块肉是有毒的，是有我设计过的。对，那狗就忙着吃那块肉，就不会怎样，不会跳墙，不会追嘛。所以华为这些人就会变慢。萨克斯这样讲了哦，白宫撒谎是在想这件事情，他想的就是你一定会追上来，一定想办法追，与其让你觉得没有退路了，就拼命嘛。那我现在干脆丢一块肉给你吃，等到你追上来的时候，我就丢给你，所以我随时就可以控制你。所以川普这个叫做紧箍咒。那习近平能不能接受？好，我们来看瑞银最新的报告，他也是针对 H200今天开放最新的新闻是，他的半导体分析师余家说的，他就讨论了。中国到底会不会接受 H200嘛？当然他不会明说，因为人家做中国生意。可是你看他的玄机就看出来了，中国的半导体设备国产率只有20%到30%。简单讲，美国要封锁它，就是可以封锁嘛，因为你不可能达到100啊。它现在还是只能做20%，而且更重要，他在讲哦，先进制程、储存跟逻辑产品国产率又会更低。你只能做20%跟30%，你就不可能自己做出先进设备嘛。那接下来就可以看得出来嘛，中国现在主力在哪里？还是14奈米到7奈米嘛，只占全球的5%，根本就不可能去做出 H200的4奈米。你永远提在最多就7奈米了。对，你想不想4奈米？14到7奈米，我当然想要啊。想，可是国产率20%到30%嘛，这人家讲啊，瑞银中国自己讲了20%到30%，你凭自己的实力做不出来。这个是4奈米耶，你看到4奈米会流口水，所以我们来讲，包括释小龙啊，不管摩尔必任啊、木犀啊、穗源啊，都想做这些东西嘛。问题你没有国产率嘛，你的设备就停在那里嘛。你看到4奈米会不会流口水？当然会，流口水啊，饿很多天了，20了。我们仔细读文字的时候，还发现川普竟然又设一个条件，真的很厉害。他要求这一次卖给，如果可以卖过去的到中国的晶片总量不可以超过美国客户采购总额的50%，而且还有一招美国式电紧箍咒是什么？这是行政程序哦，国家安全局都是公务员哦，然后委托第三方，我要快，我就行政流程快一点；我要慢，就是我今天不加班，我看你怎么审。所以紧箍咒一练，我就说川普练筋啊，慢一点，慢一点。我根本觉得这根本是如来佛的手掌心吧！我要捏死你，我就捏死你；我不要捏死你，我就慢慢玩你。所以今天看出来，就是如来佛拿出了紧箍咒放在习近平面前。好，那美国还真的更狠，众院马上知道一件事情，而美国还是上下一心哦，你要注意这一点哦。众院马上配合这个政策，马上公布一个立法。如果有一天
马来西亚又继续干这些事情，买了 H200，买了 GB200的晶片，提供算力给中国。那这个法案就可以用这个对马来西亚、对新加坡这些国家，就可以说你违反我美国的法律哦。众院的共和党的中国战略委员会，他都设计好了，所以美国等于怎样？我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你乖乖的戴上这个紧箍咒。宇轩讲到这边的时候，大家有疑问，那中国怎么办？中国说啊，别惊啦，什么技术、什么奈米、什么芯片，拜托，我们可是有中国的4大神将。我们以前讲说中国有4大传奇哦，哪里东邪西毒南帝北丐，而如今呢，我们也有4大神将。为什么？即便你台湾台积电再怎么厉害，你都要仰赖机械，你都要仰赖电脑，但是他们不用，他们仰赖的是什么？中国人古老的智慧。你说错，他们是神。神将，我们先开始介绍第一位啊，这个叫钱德顺。你有没有看到他刚刚呢？突然间把自己的眼睛给蒙起来，照了。你知道他蒙起来要干嘛吗？他要开始钻东西。他说我是航太的专家，所有战机的这些相关的发动器的引擎的内的压缩机都靠我。然后呢，他就拿着一个圆盘，然后你知道他拿着圆盘干嘛吗？开始钻，然后钻。问题是很厉害哦，他钻下去之后，你知道他这个钻呢，刚刚好说，我跟你讲，我不用看。我用肉身，我的手那个触感，那个震动，我可以刚好钻1毫克掉，太厉害，蒙眼0.001公克，0.01公克，来，是不是0.01公克？真的，他真的是神将。然后再第二个，这个家伙叫做洪家光，这洪家光哦也有他的绝学，这绝学是什么呢？他的绝学是拿卡尺去测量，一般的卡尺我们讲只能量大概多少呢？原本大概讲量0.02而已，但是呢，因为它是有技术上的创新，所以你看他拿这个我们讲的卡尺游标尺的方法跟一般人不一样，对，它是错误的姿势，对，就它的方向是错的，拿法也是错的，对，全部都错的，对，他说但是是我创新的方法，因为我可以再量的比你更精细，就是上面的游标，比如说只有0.02嘛，他跟你讲说我用肉身感测。我可以感测到再多一个小数点0.002，用我的眼睛，对，这非常厉害。然后呢，这一位我们讲更厉害啊，他是谁？他说他是可以研发这个我们讲的，把这个相关的精细程度一样都是战机做到0.01，什么意思呢？0.01nm。但问题是他靠的是什么？来，各位就是看到你现在看这个画面这是第3位神将，他就是坦白讲这个绝活你绝对学不会。对，你知道他现在手上拿那个按键是什么吗？他非常细腻的在移动，在旋转。你知道他在转什么吗？那个是急停钮。急停钮就是嘣按下去，然后机械就会全部上去，然后他就在转那个急停钮，然后不知道在那边转什么，但是转一转之后呢，总而言之，它的精密度呢就变非常厉害。那最后一位坦白讲就是我们讲了，他绝对是南帝等级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呢跟各位报告，他可以手搓晶片。那我们现在第一个来带你看这些，为什么我们讲说是堪称神将？首先刚刚讲的这个钱德顺，对不对？对。来，赵和，你知道吗？他手上拿的那个东西有多重？那个电钻总共8斤重，它1抖也不抖，有没有看到？很稳，看到什么钻什么，它堪称人间啄木鸟，就看到什么都想把它钻一个洞，看到什么就想把它钻一个洞，然后说1公克1毫克，然后不是用肉眼，然后开始到处去钻，然后中国把它封为说什么呢？是国之重臣，国之重将，也就是中国的工业、中国的战机扛在他肩膀上。因为如果没有他靠这样到处去乱钻洞的话，中国的战机呢没有办法稳定的飞。而且你知道吗？我刚刚还有隐藏绝学，我刚才故意卖关子没有跟各位报告。来，赵，你看他在钻什么？这个场景还钻墙壁啊？对，钻墙壁。你不要以为钻墙壁很简单钻墙壁很困难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你要扎马步。对，他说他可以维持这个动作40分钟，那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然后后来呢，他就开始去教他的学徒们，他有一大堆学徒，他开自己的工作室，手把手教的。对，然后开始教他们怎么样钻1公克，然后说因此中国的战机精细程度拉高了4倍。我心里讲，我真的很 confused， 这你能想象吗？就是歼35不是用标准化作业流程电脑做出来的。这是手工战机手工战机，这是劳斯莱斯太厉害了！战机界劳斯莱斯，但是这一位我们刚刚也把他的特技绝活隐藏起来了。你不要以为说他只有这个拿这个游标卡尺很厉害而已，来，这不是，他真正厉害的是他的恒心。你说这个是东邪西毒里面的西毒，对，洪家光，对，你知道什么吗？他真的是西毒，因为他1年来，这算给你看他工作7000小时。对，中国说他1年可以做1000小时，那你知道他平均1天要工作几个小时吗？19.5个小时，太廉价劳工了吧？这劳工支持啊！不是，这个他真太有毅力了。他加上吃饭、
睡觉，然后干嘛呢？只有不到5个小时哎。然后他一年全部都时间都一直在干嘛？量卡尺，因为我看完他整部影片了，他就都没有在干嘛，他就一直拿卡尺，然后一直拿错的方法，一直量，然后被中国网友吐槽说，他还坚决说这是我的创新，你们都不懂。来，再给你们看到，刚刚是我们讲的哈，这个最厉害的，这个最厉害的是什么呢？北丐，为什么？他真的太了不起。他跟你讲说，他可以操作核心技术，但是你可以看完整支影片，对，你看不出来他到底在操作什么。对，然后再来，这个就是那个我们讲急停按钮，他从头到尾整部影片哦，他一直在旋转那个急停按钮。但照我跟你讲哦，他那个急停按钮对不对？跟他的那个在移动那个机械对不对？完全没有关联性。那你用那个按钮干什么？你就不知道啊，就他很奇怪，他就这不是我们找一些很奇怪的画面。这是央视专题报道的。对，来我举例给你听哦，赵，就像是我等一下哈，我就去我们摄影棚的那个冷气总开关，我就问那个总开关跟大家讲说，我等等要把冷气调高0.38764度，然后就开始拿那个手在那边震动，然后就是有真的有他就大概做这种事情。所以你说的就是这个钮。就调这个钮，对，就 emergency。但我跟你讲啦，这个才是真的国之神将啦。这个人是什么？他是真的厉害，他可以超越台积电，因为他是徒手戳5奈米。我跟你们讲，5奈米是什么，好不好？1公分哦，是10毫米，10毫米哦是1万微米，1万微米哦是1000万奈米。对，所以它可以是1000万分之一的公分，它可以用手控制1000万分之一的公分，大概是大肠杆菌大概1500到2000奈米。对，所以正好比如说他走过来，他是你身上，他这样，等等，你等等。我帮你把你的大肠杆菌给捏死，神医啊，了不起，绝活啊，真的太绝了。所以你知道报道还把他说，你知道他为了要达到这种程度，他干嘛吗？他把自己的指纹全部都磨平了啊。对，他说他没有指纹，所以说他才可以做到呢这么完美。对，所以你现在看到中国就开始，各位，这都不是我们在操控他，这都是央视在吹捧说这是4大工匠、4大神将，这根本真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通通有。对。然后中间我们讲中神通，那个中神通你知道什么？就习近平。就习近平养了4只神将，因为刚刚那些人做的哈，全部都是跟航太有关。那刚好呢，他们中国航太哦，在这个2026年的时候呢，要进行一个高科技的这种，跟我们讲开幕仪式哦，就是在1月13号左右，大家会展示。就你知道吗？1日双箭，这个长征8号呢，来完美落地，浮起来了。他砸到村庄。他砸到了一个无辜倒霉的村庄，你看现在看到，到底是卫星还是炸弹还是飞弹啊？对，就是我们讲残害国家人民。那当然，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吗？村子有没有死人不知道，因为叫他们闭嘴。然后呢，最后面这个影片发生什么事呢？我坦白讲，我也觉得我们制作单位很厉害，因为可能外网后来还是传开，中国下令全境之内呢，也就是他们的境内呢，绝对不能再去播送这些火箭上的失误。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情出击。